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五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精彩蛋等超多精彩内容。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，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，大屏 4K 更清晰。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、芒果 TV 同步收看。Morning. Morning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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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 to you. To you. To you. To you. 来，走吧。哎，我们一把伞呢？2把伞吧？一把伞嘛，一把伞这么会淋到？淋到就淋到呗。啊，终于可以走一走了。你往哪走？你看多美啊，那个那个。哦。等一下回来看一下。哇，油菜花开了。这什么花呀？油菜花。我可以帮你拍张照。哦，我们坐啊，有火车，金姐。嗯。多美啊那。哇，那个好漂亮啊。啊。那我们可以骑吗？骑火车吗？请问？呀，因为我是觉得这里风景太美了。你看，一片这样的，多美啊！这里吗？啊，好慢啊，这个火车。这要绕一大圈啊。咳嗽都好了，你要转弯了吗？哎，你对巴塞罗那的印象是什么？挺美的。巴塞罗那最喜欢的是哪一天？巴塞罗那最喜欢啊，最让我记住的是那个我们去教堂的那天，下午的那天。Sagrada Familia。简直是 amazing 啊 ，amazing。多罗麦呢？最难忘的是什么？多罗麦滑雪吧，滑雪是最难忘的。多罗麦，在多罗麦滑雪，你真的很勇敢。摔跤，最难忘的。那么多摄像头，那么多镜头，咔咔咔摔，对，咔咔咔摔的。但我最后可以滑了呀。对，我知道的，我老婆一定能的。You're the best。其实我是觉得你很勇敢。真的啊？那也太好了。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去滑雪了啊。哦，哇，它还可以鸣笛嘞，嘟嘟。今天有点下雨啊。没事，还是出去一下。那我们去打个伞去周边逛逛吧。你觉得这15天的旅程怎么样？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我觉得还是很快的。其实我一开始有点真的很担心啊，因为别的都是3个姐姐3个哥哥，我完全不认识。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有这个担心，就是你知道旅行团里面大家在一起，每个人喜好不一样，每个人性格不一样，其实很容易产生矛盾。还有就是，其实我也很担心跟你的相处，因为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一起旅游啊，一起出来那么久啊，而且在国外。但是不管是做导游，其实我在这个旅行当中也一直是比较安静一点。因为为什么我表达少了？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你更多时候可以去听去看，你没有什么好输出的东西。今天已经是旅行最后一天了，我也想问问你，就是你觉得我在这15天里面有一点点变化吗？有啊，有的，当然。我觉得这段旅程对我还是成长蛮多，或者帮助蛮多的，很感谢这段旅程。就节目最初的那几天吧，我觉得
一个是看到哥哥姐姐们的相处，你也知道肯定有压力。肯定的。哇，我觉得他们做的怎么都那么好。那我想我是不是应该也模仿他们，就完全去这么做？我也不要了，我也不是我要的样子的。以前的方式我可能会直接就绕过，继续缠下去，或者直接去给它剪掉。那这次我说，啊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才能未来会更顺畅嘛。就从其实到西班牙到意大利以后，然后再到巴黎，我就觉得有些东西爱不是刻意去做的，就有些时候我有点走偏了，就是我被网友说是他的那些评论说我没有做这个，没有做这个，没有做那个，但我忘了原本我们的相处。其实我们要保留原本的相处，然后再去把原本做的不足的去改进就可以了。但是你是不自信啊，诺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想到办法怎么去帮助你啊。关于这个，你觉得这个我们两个人的解决这个我们有矛盾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过程？不可能15天之内会改的。那你不可能让我15天变成大自信。那么快改的是假的。但是你不可能就是认为我可以15天自信了。我知道这也需要时间。我已经就是进步了很多了，我也不给你带压力啊。但是还是两个人在一起，我觉得还是开心很多。很开心了，我们其实很开心了，真的。有些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对于我来说，我遇到问题可能会绕过去或者躲避，但那个伤疤永远都在的，对吧？那个伤疤永远都在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做一个约定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有些时候生气的时候容易在气头上面。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需要一个冷静期。就如果大家真的生气的时候，你说如果我着急了，或者你着急了，我就安抚一下你，我就摸一摸你，说我们先别着急，先冷静一下。如果你生气，我说你要想到我们在巴黎的行为艺术的时候，然后你会冷静下来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未来会越来越好吧？感谢这次的旅行嘛。我们像不像老头老太太？老头老太太。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两个人得需要一些时间出去旅游啊，就是不带孩子的一个情况下。那我们就腾出时间来呗。对啊，就是两个人出去旅行也好，你说这次大家一起出去也挺有意思，挺好玩的。最感动，西班牙印象最深刻。快，第一个想到脑袋里的。赛车挺好玩的，那 F3挺好玩的。哎，我是早上喝咖啡。啊？哦，咱俩去喝咖啡。哦，那也挺好。是我印象最深刻。多洛米蒂印象最深刻。我怎么想都是玩呢？没事，你说吧。滑雪。滑雪啊。我也是滑雪。那比如说，你就坐在这儿下雨，我在这喝咖啡聊天也挺舒服。你看雨下在湖上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我真的挺喜欢稍微慢下来一点。我想喝咖啡。你不头疼吗？别喝了。那我想喝。你喝吧。我已经放弃了。今天也是下雨了。成都就是雨多。是吗？我印象中来成都没见过几次雨的感觉，是因为你开心了一些？成都的代表开心了，太阳一直都开心呀。
今天晚一点我们要有那个什么大婚嘛，我们可以终于实现这个中国婚礼的部分。又是下雨了，但是习俗呢有不一样吗？我们也没有过像那个 Frank 哥这种是不一样的，跪下来走的，然后什么对，然后不一样，被欺负的那种。被欺负不是被欺负，这就是一个流程，接亲的流程，那不是被欺负。哦，不是吗？不是老婆的朋友们就是欺负你？那个不叫欺负，就是给你设一些就是难关，然后让你过一过。阻拦。对，就意思就是说娶到我们家就是闺蜜没那么简单的意思。没那么容易，简单，没那么简单，娶我的朋友真不都好难。你这能不能压一下韵？我好饿啊！哇！哦，大家没有来。哦，快进去！哇哦！大家，3个耳朵都到了，快来！先给大家热。哇哦，你们终于来了 ！So cold。我们已经吃起来了 ，sorry。吃，一定要吃。Hello，哎呀，吃了。嗨，走，吃哇，好香！哇，香死了，香啊！嗨，赶紧吃饭。饭，谢谢兄弟。所以帆哥，你这个告别仪式是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经历吗？我们会有一个再给他下一点。counseling session， 因为怕他们受心理。要是他们不准备好的话，我们不允许的。我没看之前，我还说我挺想去试，看完之后我就算了别试了。我觉得他会很痛，我跟你说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告别式之前，我就觉得就是一个体验。我知道他们有那个环节，但我不知道他要去躺。但是你心里面还是知道，就是不是真实的。我知道不是真实的，所以会你看到前面我有点生气的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们就做一个体验嘛，为什么要大家搞得这么的严肃？但是他们其实做这个堂官的仪式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，而且永远都是一个心理辅导师来主导这个堂官的这个事情的，这个，因为他要看着你的这个情绪，我尽管知道他们的这个内容，但是当你去经历那个环节的时候，你还是不行。我们看的时候都知道有这个内容，都看的都不行了，哇！你知道是假的，但是还是不行，因为你看到他躺在那里，那个情景、那画面是真实的。但是我确实觉得，就是那个环节经过之后，我们的那个感情就更紧密了。我觉得你们还太年轻了，都不需要去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你年轻不年轻的问题，我觉得就时时刻刻。你只要懂得活在当下就可以了。对，你这时刻你都要去，就是双方你都要去，就是去珍惜也好，对，就是这么经营也好，对，都要有一个这样互相给，就像范哥说，我还需要你在乎我或等等这样，就是互相给予的这连接，或者给予的一个反应，对，行动表达。我跟他在一起之前，我是真的不会表达。我觉得现在其实挺会了。真的太会了，好吗？今天下午在给我们点素材。他教我的。教的非常好。婚姻，他给我上了一堂很大的一堂课。没有吧？这有点夸张了。其实你到时候婚姻就是让你更加的成熟。是这样。但我觉得确实要珍惜。要健康，so important。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当你结婚有孩子之后，其实你身上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个体了，对，你有一个责任要去有家庭和孩子，
还有包括父母，你都要去照顾。所以为了他们，我们自己要活得更好、更健康才可以。是这样。咱们走吧。走。哇，这好漂亮啊！这个地方，五香五色的哎。到了，哎呀，我赶紧的化妆。还有多长时间？啊，快，没时间了。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大婚之礼正式开始。礼请朱兆祥、胡静夫妇依照周制婚礼行互拜之礼。跪。起手。行。空手。行。礼请二位起。礼请韩庚、卢靖姗依照大宋礼仪行互拜之礼。跪。拜。依照大宋礼仪，新人交拜使用的是加拜之礼。男子行1次礼，女子行2次礼。1为阳数，2为阴数，以代表阴阳和合，地久天长。礼请二位起。礼请董力、阿诺依大明礼仪行互拜之礼。跪。拜。礼请二位起。中国自古便有以物定情的传统，一对伉俪也要在婚礼之上彼此赠送信物，让爱的养分传递给至亲至爱。此刻，礼请4对伉俪选择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信物，以物喻情，以情缘定3生。礼请李承铉、戚薇依大唐礼节共结敬钮。
新人以彩色丝带在铜镜的背后镜钮之上打上一个结，从此之后永结同心，永为佳偶。礼请韩庚、卢靖姗依照宋朝礼仪互赠信物。男方赠予女方的是一枚金簪，愿金风玉露，永为佳偶。而女方赠予男方的礼物，则是2双筷子。从此以后，愿以2双筷子品味人生百味，柴米油盐。礼请董力、阿诺依照明朝礼仪互换信物。男方将为女方佩戴香囊，从此以后琴瑟和鸣，相约100年。而女方将为男方佩戴的，则是一枚玉佩，愿从此玉润家和，永配良缘。所以不是人家规定动作，是肯定的呀。在中华传统婚礼中，婚书一直都有着神圣的地位。通过宣读婚书，向天地宣告爱情与承诺，感谢天地将爱的营养送给生命中最爱的人。此刻，礼请4对伉俪宣读婚书。正直，不是这样正直的，对，这样好看。礼请朱兆祥、胡静宣读婚书。天照凤仪，地启灵祥，君子温谦，静女舒然。我允诺，你说的我都会答应你。我所有的钱都给你花，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你，永远等你，出门等你，下班等你回家。我一辈子只让你催我，一辈子只让你照顾我，一辈子只花你的钱，只爱你一个人。清风知我意，白首不相离。此正朱兆祥、胡静。礼请李承铉、戚薇宣读婚书。佳偶成天赤绳记，宣与温营比翼齐，微庆山海3声诺，清风明月2相宜。我允诺，齐眉共剪烛，薪火长相依，轩窗赏物色，绵意暖朝夕。门前花似锦，但求梦同归。清风知我意，白首不相离。此正李承铉。戚薇。礼请韩庚、卢靖姗宣读婚书。静波寒碧，山光烛映，庚戌巧逢仙眷，共盟誓，3生连理，我允诺。做彼此疲惫时的港湾，在琐碎生活里持续创造属于我们的浪漫。愿以岁月为笔，共写此生长卷。清风知我意，白首不相离。此正
韩庚、卢靖姗。礼请董丽、阿诺宣读婚书。情投意合，诺议婚书，自此同心，协力持家。我允诺永远尊重你，尊重你的选择，尊重你的梦想和你的本质。我不会试图改变你，而是鼓励你成为最好的自己。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没想过结婚；遇到你之后，我从来没想过离婚。我承诺，不管你的速度是快还是慢，我一直会等着你。我不着急，因为我有一辈子的时间陪着你。我允诺，从今天开始倾听你多一点，肩膀多给你靠一点，爱你的话多说一点。很幸运遇到你，不管以前你经历了什么，我承诺，我一定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永远陪在你的身边。我的世界很小，但我愿意把我的世界都给你。清风知我意，白首不相离。此证董丽、阿诺。礼请4对伉俪合婚书。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婚礼上，夫妻都要共饮一杯合卺酒。合卺酒甜中有苦，象征人生路上甘苦共尝。礼请4对伉俪依照朝代礼节共饮合卺酒。互敬，共饮。愿此酒此情，此生与共，此情此诺，此生不渝。正所谓与君相识于青春，与君相伴于白首。在成都金堂有着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种酒。将美酒深藏于泥土之中，经过土壤的滋养、岁月的沉淀，才更能孕育美酒的芬芳与甘醇。今日4对伉俪也将分别封存一坛美酒。各位请看，在各位面前的桌上已经摆好了笔墨以及空白的红纸，各位可以从中国字当中挑选1个、2个你们认为最能够代表你们对于未来婚姻生活期待的字，写在红纸上。各位不妨挥毫泼墨，写下各位对于未来的期待。是要写一样吗？不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挑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写。哦，它有很多，有乐和，或者我们写一个吧。你写一个。我的字儿巨难看。没事，就是要你的字。但是我觉得自己写的字才有意义吧。那好，写啥呢？我写您吧，算乐。乐还是福？都行，福吧，简单一点。
你写的挺好的呀。哦，对，写的很好。哦，我写的比你写的好看。是的。还可以，这个写的也还行，只是有点不像景，没那么像。那2个都用，紧紧地抱着你。中间要留白。可以。写好了，头小身大。您2位选择的是什么字呢？我选了和，主要是一家一定要和和气气，以和谐为主。家和万事兴。家和万事兴。我写的是乐，因为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快快乐乐的生活，不管是困境还是逆境，有钱还是没钱，最重要是2个人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在一起，所以我选择乐。好，谢谢2位。我们选的字是景。其实我们今天大家也非常开心，可以欢迎大哥、二哥、4弟来到我们的成都。成都也是景城，也是我的故乡。然后另外呢，也有锦鲤的意思，很幸运。然后希望把所有的好运都带给我们的婚姻，也带给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锦字，是因为锦绣前程。虽然这个通常是为了孩子以后的，就是光明的未来，但是如果用在夫妻生活里，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有趣和灿烂、值得期待的、很融洽的那么一个婚姻生活。所以我们选择了“锦”这个字。我写的是共度新月。共度呢，我是希望一起共度此生，共度我们一起的生活。新月呢，星星呢是代表我，因为庚字代表是长庚星，所以叫星。月亮呢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Selina， 是月亮的意思，所以叫共度新月。请问一下，董丽和阿诺，你们选的什么字，又有什么美好的寓意呢？我写了一个好字，因为我们刚好有1儿1女，凑成了一个好字，然后也想祝福大家吃好、喝好、睡得好，然后好，然后阿诺写了一个福，合在一起也就好幸福，也希望大家都会有好事发生。好，那就我们每天都好上加好。是的。现在礼请4对伉俪完成封坛典礼。我们将美酒比喻为婚姻，只有经历了岁月的沉淀，才能够展现出它的芬芳。希望在50年之后，甚至60年之后，2位在一起品味这一路走来的甘苦与共，共品着风雨相伴的锦瑟华年。在天地的见证下，敬天地，拜天地。谢天地，祝4对伉俪良缘有速递，佳偶自天成，以爱的营养，让幸福永远续航吧。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中华传统婚俗体验大婚之礼圆满礼成，祝福4对伉俪前程似锦，恩爱永绵。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，百年好合。礼请4对伉俪一步厅内，共享家宴。哇，菜不错，来就吃吧。吃吧。
哎，大力，他给你戴完那个玉佩了之后，你那个转身是规定动作是吗？展示。我把我们都逗到没有？我说这人家的规定动作，笑爆了。我知道，但是骗你，我自己设计的。真的吗？你自己设计的是吗？过分吗？超级过分，我以为是规定动作。爱的魔力转圈圈。你不是跟大姚住在一起15天吗？你还不知道他的性格是怎么样吗？我就不是很熟了，就是。真的是，这个是天天这样子的。天天都这样。我累啊！亲爱的们，我们就边吃边来玩个游戏吧。好，那么好。为了我们15天快乐的结束，我们来抽个签吧。好。谁先开始啊？你先来吧。你先来。这么直接吗？大姐大哥。OK， 迅速回答，不允许拖泥带水。我帮你看。The happiest moment 最开心的一个瞬间。可以跟你在一起。我也是这个答案。快。我觉得这次旅行跟他在一起，实际上我都很开心。啊，两个老公回答的都完美，你们呢？有很多的瞬间，但是我刚刚把他牵过来走的时候，他带着这个装饰，然后看到那个背景的时候，我瞬间觉得穿越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刚刚那个是其中一个。好，整个15天跟你们在一起，很开心。哎，这个是我们喜欢的答案。我最开心的是看到阿诺每一次笑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哎呀，可以，会了。可以。OK， 好，来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老大老二，顺着传过来吗？不是二。老二。哦，对不起，你看起来太显小了。谢谢姐姐。姐，你这啥意思呢？就是说。哎呦，不是。姐姐说话老是得罪人，顾了这头，顾不了那头啊。不对，那为什么你是唐呢？他是宋呢？婚龄。哦，婚龄，我是以婚龄来那啥的。这个就完全不在线，你知道吗？欢迎静姐回家。姐这端水端的，这边端完这边，都洒了。好了，来我抽了一个啊，最能感受到老公老婆的爱的时刻是什么时刻？病的时候，滑雪的时候有点不舒服。哦，我身边有那个咳嗽吗？有一点感冒。那你咳嗽咳得很厉害？是。吃药了吗？先给你泡一个这个，给你抽个感冒药松子。啊，老公，你后背全湿了。是吗？对，湿透了，难怪你那个，你穿这个吧，你里面穿个白 T。哦。所以呢，他就很特别关心。珊珊，就是那天我不是没看第2集嘛，跟你们，然后他回房间的时候就紧紧的抱着我，一般他直接去玩游戏了，那他紧紧的抱着我，然后他说：“老婆，我一定不能让我自己先走。”他说：“因为我不能让你受那样的痛苦。”然后他说：“老公，你一定会健康，然后我们要好好的。”反正我挺感动的。这真的是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他说看到你太无助了，真的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。其实我还挺频繁能感觉到炫哥的爱的，就他是不吝啬表达他的爱，但在这次旅程当中，让我最深刻感觉到他对我的爱的是，前天晚上在厕所里面，我们在聊天的时候。他就很深深地看着我，看了我好久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老婆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幸福，好幸福，好幸福。” no， 就是我猝不及防，完全没有想说他要跟我讲什么。他跟我讲这，我就说，是不是咱们一起看那个第2集的那天吗？啊，对，看完了以后，老公们都深深的感触，被触动了，对，被触动了。我是觉得就节目的后半段吧，因为我开始慢慢看到哥哥姐姐们怎么做了以后，然后我慢慢去感受了，去聆听，去观察了，你就会发现阿诺其实在很多细节上面、很多瞬间上面都会给我很多爱。以前是他做了，但我没感受到，这样我去用心去感受了，
很多人发现，只有你没发现。这个我也发现了，我自己也发现了呀。对啊，我现在也慢慢在改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阿诺呢？他每一次给我看到他的进步，因为我知道是为了我，所以也是代表他爱我。好，抽吧，下一个签。在旅行中自己最糗的时刻。哎，滑雪，就在各种镜头和各种人的注视下，不停的摔跤的时候。太糗了，第一次滑雪。你呢，老公？时时刻刻。为什么 ？embarrassing。你不是跟我说你很幸福吗？跟我在一起？不是，因为我不习惯啊，我没上过，我是一直觉得 I'm so embarrassed。他会有那种感觉，因为他不习惯。最糗的时候。我是觉得最大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要有一个迎新任务，然后就 bang bang bang。我们大家出发前，我们大家一个 bang bang， 然后就走吧 ，bang bang， 然后就走吧。为什么？尴尬，棒棒。他这个事情耿耿于怀了很久，昨天还在跟我说。是吗？第一次碰到你，我说哇哦啊！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我就说是 OK。fine。阿诺你呢？可能是昨天你让我去唱歌的时候。唱歌的时候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真情。哇，大力呢？我们很多那个滑雪。然后每次发言，你自己网上搜个图片，那猪的眼睛就3层眼皮。人保持饥饿感，睡觉就会瘦。人这一辈子光溜溜的来，光溜溜的走，什么都带不走。一生恨不得你光溜溜的出去。真蛮久的，我觉得。下一个。The moment when couples almost have a falling out。夫妻之间差一点吵架了，还是要翻脸的时刻？没有，没有翻脸，从不翻脸。我们都觉得旅行太短了，这次。不敢。你们呢？我刚刚当上导游到巴黎，的第一个晚上。我们听说了那个故事，来，下一位。翻脸好像就那个多罗米，对，要做任务的时候。要做任务，一下车他说我不爱他，那真的是。OK， 下一个。阿诺来，太后来。Who do you think is the best tour guide？ 你们觉得最好的导游是？我觉得除了我们都是最好的导游，对吧，老公？对。没有，你们很好，谁说的？我觉得静姐是最好的，开篇的，对。对，开篇很难的。开头太蒙圈了。开头是最难的。谢谢大家的体谅啊！你说像我们最后都可以学着哥哥姐姐们的经验了，就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想都想不到，但是你们做了以后，我们就会有自己的感悟，说去应该这样做啊。所以说也要谢谢哥哥姐姐们。我觉得就是大力跟安诺都非常非常的细心，就是每一天每一次他听到任何一个人说的话，比如说我说哎，我想喝柠檬茶，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就是停下来买点丑橘，他就立刻安排上了。总导游，我想问，下次我们经过一个卖丑橘的地方，我能买一个吗？当然可以，谢谢。我找一个都可以。好，没问题 ，OK， 交给我。好了。小红啊，昨天说的那个橘子你别忘了啊，丑橘记得给我拿过来啊。昨天珊珊姐姐要说吃丑橘，你的也要买。他们是那种不说话就做大事的人，就他不会说告诉你哦我做了这个事情，他就直接去做了这个事情，非常贴心的导游。对，董丽真的是默默就做的更多。我觉得他对待安诺也是这样，虽然嘴上不会说的那么多，但是他做的对行动派，
谢了啊。谢谢大力。啊，没事，姐客气了。你们先研究这手册，然后我再来帮你们看一下。不，你不用看，你休息。你现在你这么辛苦，no。没事，我来玩，姐，我来。我导游，别。那行，电竞。走。那我先吃点东西，热狗还有那个鸡米花薯条。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太到位了。大力和阿诺呢，就是非常非常贴心，非常的热心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哦，腊肠有吃对吧？还有呢，必须有礼物。非常的怕他们做不好，但他们做得非常好。是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，老龄大熊猫护理，国际交流研究所，教育是。我很怕去催了别人不舒服。导游的责任是让他们开心。我们还能多做点什么？其实不要跟别人比，我就觉得我们做到自己努力就行了，对吧？尽力让哥哥姐姐们玩得开心一点。是的，对吧？我说也要谢谢哥哥姐姐们，但虽然我们这站也没有做得很好，但也谢谢哥哥们那么配合我们，然后我们你们也很厉害，完成了收官啊。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伯仲。旅行太短，再来一季。顺哦，好顺哦。没压上啊。呀，你很压，太压了。没了，结束了。耶！呀，皆大欢喜的收官。I'm still alone and days go by. Are we getting closer to a better life? I can't say I love you through a million wives. So tell me, when will you be closer to me? Closer to me. 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? I'll see my face in everything you do. I dream about you in the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，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。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，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。特别鸣谢百度 APP 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，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，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，特别合作美图秀秀，WiFi 万能钥匙，前程无忧，YY 直播途家。